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范丞丞的自私让观众看清白鹿的为人跑男，因此话题出圈。正片还没播出便能掀起舆论大战，跑男向来是综艺界的话题中心。作为从14年起便陪伴着大家一起成长的王牌节目，这档娱乐综艺承载的情感与期待太多，以至于每一期结束，观众都能从中找出能够讨论的点来。不仅仅是常驻嘉宾服化到美与丑，像游戏结果、成员表现等，也是被议论的 C 位。新一季播出到现在，掀起第一次热烈群聊的，当属是扑克之战的控牌嫌疑。录制嘉宾当场质疑做手脚了，导演急于证明自己的语气被冲上热搜。不管真相与否，节目所需要的话题数据是有了的。而第二次评论上的激烈对抗，大概是在第9期正片放映结束后。在赶到延集后的第1期节目中，范丞丞的种种表现使得风评两极分化严重。范丞丞腹黑属性上线，毒的12点，几乎花完经费，对比凸显白鹿情商高。主题为宁安如梦的第9期，成员们经过1天的比拼，累计了团队资金后，按点数大小进入超市去采购商品。每个人的花销是不会被限制的，这意味着越早进去越好，最后一个大概是啥都不会有的。而要获得点数，就必须要做那个眼光独到且厚脸皮的人。范丞丞能够在点数上赢得冠军，正是靠他的足够自私。导演在最后一次关于开工时间的选择中，将点数奖励提到了12点。只要有一个人是少数派的话，他就能读的。然而在举牌开始之前，沙溢、李晨等前辈纷纷放话了，要有团魂1点，大家都选10点，甚至连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样的话都喊出来了。所以为了不抹2位的面子，不管是常驻白鹿周深，还是飞行而来的张凌和魏大勋，4个人均选择10点。可范丞丞不一样，他偏偏举了个9点的牌子，成为那个背叛大家、自己潇洒的人。因为有12点的帮忙，即使在掷骰子环节他的运气没那么好，没投到自己点数最多的一面，他仍是占据第3的位置。前边只有张凌和白鹿2个人，张凌和有工作安排，并不需要采买睡眠用品，那么他的前面就只有1个人了，在适当的拉拢说服对方拿3万，剩下的就交给自己后，轮到他入场了。他带着李晨跟 Baby 便如扫荡商场的大佬一样，啥都要点，不是刚需的也要拿到。最终不到10万的经费中，范丞丞1个人就消费了6万多，而被他忽悠要死命拿的白鹿，只是表面听听他在说什么。走进超市后并没有消费得很过分，张凌和消费1万出头点是因为他拿了小黄金，而白鹿在比他多200的情况下，却精打细算把自己晚上睡的硬件些都买齐整了。高级沐浴、褥子、毯子，他甚至连个枕头都没买。魏大勋说让他平分，他还真就尽量拿少1点。跟范丞丞的奢侈对比起来，白鹿的懂事显而易见。然而范丞丞真就是不懂眼色的低情商代表吗？相反，他太知道怎么做节目了。小孩力捣乱人设刚刚好，与前辈配合默契效果足，本质娱乐无大碍。虽然大家嘴上说着要平分，要有团魂都选一样的，但如若真个个都这么想的话，那出来的节目效果的是多无聊的啊！这个时候就应该有像范丞丞这样的人出现，他年纪小，能屈能伸的，用来做捣蛋鬼的人设再好不过。而他也的确能把话题挑起来，等着前辈来配合自己。在他表示自己愿意花钱雇佣人后，沙溢的一句"我300还包车"，成功把现场嘉宾都逗笑了。
说是购买物资，但实际上大家行李箱里或多或少带了点，所以真没怎么睡得不舒服。就算什么都没买到，魏大勋最终入睡时也还是睡得安稳的。范丞丞买了6万多，花给2个一起睡了。本质是欢喜节目，一切为了笑料服务。2. 云香传里女扮男装对比，毛晓彤 vs 白鹿，差异一目了然。陈晓和毛晓彤主演的《云香传》热播中，毛晓彤演的舒亚楠真是江湖气息满满。她总以男装亮相，像个真正的江湖女侠。为了行走江湖，她很少展现娇柔的一面，但这恰恰是云香最喜欢的她。飒爽英姿的舒亚楠让人过目难忘。很多影视剧里头常会有女主角扮成男生的桥段。就拿现在热播的《长月烬明》来说，白鹿演了3个角色，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她扮男生的部分。那时候澹台烬在打仗，叶惜雾特别想见她，就假装是士兵跟军队去了前线。虽然这部分戏不长，但白鹿扮男生的样子真是让人眼前一亮。其实啊，白鹿在很多剧里都扮过男生，特别是《烈火军校》里，她男装的样子简直让人惊艳。演女扮男装时，毛晓彤和白鹿的差异可真大，从装扮到人设都各有千秋。看他们怎么演绎这种角色，真是各有特色，各有各的魅力。毛晓彤长得特清纯，在《云香传》里，她演的舒亚楠简直就是个酷飒女侠。一出场，那装扮和气质就让观众感受到了她的强大气场。现在好多剧里女扮男装的女演员，一眼就被识破了。但《云香传》里，舒亚楠的女扮男装居然被金石良给识破了，这剧真敢拍。不过，舒亚楠这么做可不是为了让人把她当男人，她就是为了行走江湖方便点而已。《云香传》里毛晓彤的造型好单调啊，几乎都是男装。好多观众都说她演这部古装剧挺亏的，因为没啥好看的造型，全是男装。而且剧里云香又不会武功，他们俩站一起，真有种剧本拿反的感觉，好像她是男主角似的。毛晓彤演技真挺棒的，她演的舒亚楠除了造型加分，那股精气神儿简直跟侠女一模一样。更厉害的是，她武打戏超流畅，干脆利落，看着就爽，观众都特别喜欢这个角色。毛晓彤的男扮女装自然不造作，看着很舒服。除了她，白鹿在影视圈男扮女装也挺有型的。她在《长月烬明》里的男装只是短暂亮相，但在《烈火军校》里，白鹿饰演的谢湘几乎全程男装。谢湘为了纪念离世的哥哥，也为了实现她的抱负，选择女扮男装进入军校。虽然她个子小，但性格坚韧，最终在军校闯出一片天。烈火军校里，白鹿一头短发好精神，动作也特别利落。她男装扮相好到能骗过很多人，演技更是厉害，一点也不娘。不过啊，就算她演男生，也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女汉子。白鹿在剧里的男装造型简直酷毙了，超级有型。毛晓彤在剧中女扮男装，但女孩子气质依旧难掩，舒亚楠闯荡江湖的样子十分自然。而《烈火军校》里，白鹿演的谢湘也是假扮男人，她特意改了好多习惯，甚至连同学都想瞒住。这2个角色性格不同，毛晓彤和白鹿的演绎也各有千秋，都非常出彩。毛晓彤、白鹿、杨幂、杨紫、迪丽热巴、陈钰琪这些女演员在影视剧中都试过女扮男装，但说实话，她们的男装造型一看就不像男的，特别明显。奇怪的是，剧里的男主角们好像都瞎了似的，看不出来她们是女的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《云香传》里毛晓彤的扮相挺好的，尤其是舒亚楠这个角色，她并没有刻意装成男人，只是出于行走江湖的需要。舒亚楠这个角色真的很受欢迎。说到女扮男装，你觉得谁的扮相最自然、
最舒服呢？